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么我们讲了很多跟我们自己本身用功修行有关系的一些方法，包括我们怎么样处理日常生活中面对的一些问题。那么尤其是在这种非常时期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说法里面呢，我们当然是会比较重视的是我们个人的一种心理的状态，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能够把自己呢安顿好，那么甚至用修禅的方法呢来安顿我们自己。那么实际上呢，从佛法的修行，我们应该要把这个角度看得更远去。所以在大乘佛教里面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观念，就是我们要发四弘愿啊。那之前我们有谈到说，我们要有一个最完美的目标，或者是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最高的一个目标。那么在四弘愿里面呢，它其实确定一个很高的目标给我们，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佛他是一个纯真至善完美极胜的一个人，也就是说佛陀的修行是已经达到圆满的这个境界。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说人不可能完美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到至善的程度，但是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目标，那么作为我们修行佛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导指引，那么这样我们修行佛法的这个方向呢就很明确了。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说，这么高的目标我们不可能完成的。那么在修行里面呢，我们所谓的目标的建设只是帮助我们确定我们的方向，那么我们就是朝这个菩提大道这样子走去。那么要完成这个目标的话呢，实际上我们就要做其他的这个宏愿，就是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那么在这个发这个宏愿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到这个宏愿呢，它其实是有内和外的。内的呢，我们说自己本身就是众生然后我们说我们自己本身就烦恼，那我们也自己需要修行，然后学习种种的法门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呢，当然是对于我们自己。可是呢，我们发现到说，在四弘愿里面呢，它告诉我们无边，众生无边，烦恼无量烦恼无尽，然后还有法门无量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是已经除了对内以外，还要在对外做的一些事情。那么很多人在发这个四弘愿的时候呢，就会发现到说，这个弘愿呢真的很大，尤其我们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完成这个无上的这个佛道。但是我们也要知道，在佛法的修行里面呢，当我们有一个最高的目标的时候，并不是表示说我们马上就能够去完成它，因为要完成那个目标呢，我们要具备很多条件。那么这个弘愿的运作呢，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文字上去做一点理解。因为在中文的这个所谓无这个字里面呢，它所谓的无边无量，那么这个无的意思呢，它可以说无限的宽大，无限的广大。那么这个无限的广大呢，当然是我们要做到最好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无的意思呢，在数量上也就是等于没有限量。那没有限量呢，一般上我们的观念是好像很多很多，其实没有限量呢，就是从一到无数，我们都是在这个无的这个意义里面去。所以呢，我们能够做多少，就依作我们的条件、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因缘，然后去做好它，完成它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发这个四弘愿。那么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候呢，当我们发四弘愿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到，我们把心从自己本身的这个问题呢，把它放大到看到众生的问题。我们把自己的这个烦恼从自己的了解，然后呢去看到别人的或者是其他众生的这个烦恼。
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，我们就发现到我们自己本身会产生一种力量。这个力量呢，就是当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别人有问题，我们会感同身受，我们会有一种同理心。那么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发觉到说，很多事情我们不用去只想到自己，然后我们是不是发现到说有更多的人需要我们的帮助。那当我们把自己的力量呢提起来，甚至有时候我们想到要帮助别人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到说，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又有了力量除了自己的问题，我们又可以去帮助别人，然后克服别人的问题，或者是帮助别人处理他们的问题。那么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发觉到说，如果我们的条件不够的话，我们就需要具备更多的条件。当我们要具备更多条件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提到了法门无量誓愿学。那么无量的法门，一部分呢是针对我们个人的问题，那么更多的呢是针对其他众生的问题。当我们在学习一样技能的时候，或者是包括我们学习佛教的法门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学习的心态里面想到说，我这个学习不只是为了帮助我自己处理问题，不只是为了帮助我去克服然后解决自己的问题，因为还有更多的人，更多的众生需要我去帮忙他们。那除了自己的烦恼，其他众生的烦恼，我们也可以因为学习这个法门，那么找到了方法找到了这个技巧，然后能够帮助这些人。当我们这样子一种想法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到说，我们整个人的力量呢就提起来了。那么这个力量提起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又朝往最高的一个目标去前进，去运作。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当然就发现到说，自己呢，不管是在对自己用功的修行，还是我们在修行学习的时候呢，已经能够想到，或者是我们已经关心到别人，关心到其他的众生。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学习的话呢，我们就发现到说，它有更大的力量。那么这种更大的力量呢，当然就能够帮助我们把自己做得更好。因为有很多法门看起来是对别人有帮助的，当我们去学习的时候呢，发现到说它可以回馈我们自己。那么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呢，我们就可以发挥到自受用、他受用、他受用、自受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。那么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宏愿，那么我们要完成最高的一个目标，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达到，但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，所以我们的方向很明确。那么这个明确的方向呢，回到我们自己现实的状况的时候呢，我们现实的条件，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怎么样去提升它，然后怎么样去帮助我们完成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思考的过程里面，自己本身的问题跟其他众生的问题，它就变成是同等重要。那么当我们有一种想法，或者是发了这样的一个宏愿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两个方面的一种力量的一种运作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在自利中学习利他，在利他中来完成自利。所以自受用、他受用、他受用、自受用，那么就能够结合起来。那么所以我们可以发这个四弘愿。那么四弘愿呢，其实一方面它是一个愿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它就有一种力量这个愿的力量。那么这个力量呢，也是源自我们的慈悲心。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慈悲心，我们发了这样的一个菩提的愿，那么在整个运作的过程中，修定修慧就成为我们很核心的这个修行。所以呢，智慧、慈悲跟菩提心、菩提愿结合起来，那么即使我们没有在这样的时间里面就完成无上的佛道，但是呢，我们就已经在朝向佛道的这个方向呢去运作，然后去进行。
当然我们学佛的人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宏愿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，尤其是这个非常时期里面呢，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观察看得更清楚，然后自我的反省，然后对众生的一种关怀，我们把它结合起来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结合融汇的过程里面呢，我们可能就是在这个非常时期的一个被动的因缘里面呢，找到了主动的力量。当我们找到这个主动的力量的时候呢，我们让它更好的发挥出来，那么这样子就可以完成我们学佛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缘，也表示说，不管在任何一个时期，包括非常时期，我们学佛的人，我们坚定的这个信念都一直不会动摇。谢谢大家。